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测这个，我在会场第一次见到的一个品牌啊，它之前应该是出过不少产品，但是我个人对于这种战队啊，或者说勇者机器人什么的，就是那些古早机器人不是很了解啊，所以就没有了解过这个牌子。那这一次在会场买了，叫 Action Toys 的一个牌子，这是买了他们家的一个 mini 系列的百兽王，这个叫高莱登还是高莱恩，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是百兽王。是五头狮子，蓝狮、红狮、黑狮、绿狮、黄狮这五头狮子合体的。它整体的一个售价是在会场是298港币，还送一套电镀的武器。那这个性价比其实非常之高了。然后这2天玩下来，就这一款非常好玩，非常好玩。就不管是它的单体还是合体，还是说合体之后的一个可动，还是说它整体的一个造型表现，都是非常的不错的。就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款制品，但是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在国内售啊？不知道它会不会在国内，就是在大陆有预定之类的东西，应该会有吧？就大家如果能以270这个价格去买的话，那这一款还是非常合适的。那整体的外包就是这样，正面5只狮子，还有合体的一个形态，后面就是单体咯，然后一些 pose 照，整个盒子设计的要素还是挺好的。打开来看，能看到里面蛮丰富的内容物，就是一个黑狮的主体，然后因为我这次已经拆过了，所以它吸的并不牢啊，就掉下来。还有2个黑狮的脚，还有一个黑狮的尾巴，还有蓝狮、黄狮，还有红狮、绿狮，还有一把武器，一个盾牌，还有2个红狮和绿狮的尾巴。那我们先拿出来。还有一张说明书，说明书就展示你单体和合体的各个玩法，写的还是蛮细致的，但是我觉得并不需要用到这一张啊，因为它整体的一个变形流程，还有它的一个单体的玩法都非常的清晰明朗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黑狮，黑狮的话，它开盒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，它应该是把它这个合体的脸，哎，我现在没有指甲，有点难翻。哎，怎么翻不出来？我拿个笔刀撬一下。啊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就是一个合体的脸，然后它的躯干这样子，然后我们还有应该是这样子的。但是我们把它变成黑狮形态的话，我们就首先把头给它设起来，然后把这2边给它翻转下。这有2个 L 型的一个插口，是用来插它的脚的。就它没有办法做到一体，但是我觉得可以接受吧。脚的一个向下，然后呢，我们拿出这2只脚，我们对准这一个口，直接给它插进去就 OK 了。尾巴的话是需要进行一个替换，就是把这一个翘板给它翘下来。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很好翘啊，因为它有点麻烦的。哎，翘下来，然后把这一个黄色的尾巴给它接上去，这样的一个黑狮形态就变形完成。其他几只都非常简单了，就是各自把脚都给翻出来，然后把尾巴翻出来就 OK 了。这个就不带大家细看，就简单看一下造型就好了。他们的造型整体来说还是非常有特色的，就是经典的5色，包括黄狮、红狮。然后因为他们是合体之后，分别是作为手部和脚部嘛，其实他们的可动是非常到位的。但是呢，红狮和绿狮之间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这一个脚掌比较容易掉，因为它只是一根直桩连接，你转着转着有时候就会掉下来，所以说还是要注意不要丢件了。然后这2个的尾巴是通过一个球杆直接插把尾巴替换的，然后就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可动吧，因为基本都是一样的东西，但是这里啊，这个头是比较容易掉的，因为它也就是一根柱形，还有前面一个球杆。向各个方向的一个可动，还有往前，因为它变形成一个脚掌，
往下，脚的可动，这些都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。尾巴就直接翻出来就好了。然后躯干的话就是左右，这个就只有左右的一段可动。但是呢，作为手臂的这两个就可动非常的好，你可以左右有这么大的幅度，你把这个关节转过来的话，你上下都可以有蛮大的幅度，因为是作为手臂嘛，所以说该有的关节它全部都给出来了。那尾巴什么的就不带大家细看了，就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，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合体。然后黑狮的可动的话，其实是这几只里面最好的。头的话就各个方向的一个可动，脚的话因为这里是固定的，所以说就是这下面可动，这里也是可以转动，但是表现略松。腰部也是有关节的，左右的话你这样把它拔出来之后，左右也是有的，没问题。前后这些都是有一个够用的一个关节在的。那变形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两只脚给取下来，把它人脸给翻下来，把这两只脚往下伸直，把胸口给它搬回来。那这样一个黑狮的部分我们就算还没有，我们要把两边翅膀给它展开来，这样黑狮就算变形完成。剩下的就是按照顺序依次把各个成员给它连接上去。注意我们这些小脚什么的我们要收好，把这根柱形卡榫翻出来，然后对准这里的一个环射孔洞直接安装即可。另一边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它安装都是同一道逻辑的，所以我说并不需要说明书啊，它的安装非常的简洁明了。但是安装还是需要用一点力气，装进去了，这样上半身就合体完成。下半身的合体就大家看到这里，你把这个盖板给它打开，里面是有一个滑槽之类的东西，我们要通过这个滑槽与黑狮的脚掌进行一个连接，我们就直接这样给它滑进去。因为我们不是很好在镜头面前展示啊，反正这个东西就是通过两个滑槽，左右两个滑槽给它进行一个固定，固定好之后是蛮牢固的。我看一下，这样固定好之后，把盖板给它盖上，一只脚就变形完成。然后另一边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抠出来。尾巴什么的记得收回去啊，不然它会比较影响观感，就会挡在大腿前面。翻回去，然后把最后一步，把两个狮头往上翻，作为一个脚掌。这两个脚，你看我这两个黄狮的脚就没有收好，没有收好的话就会影响它的一个合体的美观。就这样，整体的一个百兽王就是如此的变形完成了，合体完成。我个人没看过这部作品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形象还是非常经典。小时候是经常看到这一个形象，整体的一个造型，身高并不大啊，就一个手指不到，一个手掌不到，但是该给的部分都给到了，然后整体的一个造型也非常的在线。我们看一下，放大看一下它的面雕，还有它胸口的这一个徽章，整个面雕是非常带感的啊。你注意，你要调整好，让它不要跟这个狮嘴之间有什么空隙。这样稍微给它往下翻，胸口的这个标志也是做到了，整体的涂装还是比较在线的，包括翅膀的这一个涂装。那可动就等下来带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就先看一下它的外观。来看一下它的可动造型，就简单给大家看到这里啊。因为我现在感觉不是特别舒服，所以就快速给大家过一遍它的一个可动吧，好吧。首先，抬头有这么多，我个人觉得它这个玩具的可动设计还是非常用心的，在一个合体机器人能做到这么好的一个可动，确实是很不错。低头，
左右的侧摆，头部的可动是一般，没什么中规中矩，没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，但是非常漂亮的上半身的可动设计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首先手臂的侧抬，这一个关节配合这一个关节能直接给它干到将近180度，然后这一个拉伸关节我们能看到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蝴蝶关节，然后手臂有2段弯曲能够完全贴合，这里可以转，这里可以转，这里也可以转。然后手掌就是狮子的一个嘴部，可以开合进行一个武器的握持，两边的可动都是一致的。向后一点点，但是幅度不大。弯腰的话，是你要把这一个关节往上一拔，给它解锁开来。弯腰的话，大概有这么大的一个幅度。后仰有15度，左右侧摆也都是各15度。转腰的话就只能转15度，因为这里会有一个凸起的一个腰带给它限制住。整体的一个腰部可动也是蛮符合我的一个要求的，对我来说够用。对这种机器人造型来说够用。腿的一个设计也非常的出彩啊。首先一个，它这是做了2个滑动的一个关节，你解锁，你这样可以让你的前踢达到一个非常夸张的幅度。同时往后的话也是能到90度，侧抬能超过90度，非常夸张的幅度。我们能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高达上面常用的一个关节。大腿平转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弯曲，脚的一个接地就靠2个狮子头，接地还是很大的。然后呢，踮脚的话就靠这一个狮子的关节。但是也是会出现这个头比较容易掉的一个问题，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太大的硬伤，整体的一个可动范围是完全够用。你去摆一些战斗 pose 啊，或者说就站立的一些 pose， 不管是接地还是说腰部的一个可动，也都足以支持你去摆出一些蛮有张力的一些 pose， 好吧？然后剩下就看一下它的武器，我这拍的就比较简单了，就快速过一遍，大家就见谅了。因为我确实现在不是特别的舒服，说话有点费劲。看一下这一把武器是蓝色的塑料成型色，有银色的涂装，金色的涂装，然后整个剑身是雾面银的一个涂装。整体的质感可能因为剑柄没有涂装的话，可能稍差一点，但是整体来说，就在这个价位下，我觉得还算 OK 了，好吧？这个盾牌涂的就非常漂亮，银金金属蓝，握柄也是有一个金属蓝的涂装，整体非常帅气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产线的一个特点，就是宋多的一套武器，是电镀武器，看一下，就是把银色的部分改成的电镀。整体的一个电镀是非常闪亮的，但是我并不是特别喜欢电镀的玩具，一是容易留指纹，二是其实看起来比较的 low， 这是一个。但是送赠品总比没有的好。同样的，一把电镀的一个剑，那他们的具体名称我就不是很清楚了，就只能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外观表现。那搭载的方式也非常简单，我们把狮子嘴巴给打开。里面是有一个方形的凹槽的，我们直接把武器，我们把剑柄卡进这个槽里，再把狮子嘴给它闭合，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。另一边盾牌也是一样的操作原理，就不给大家演示了。那总的来说，这个百兽王在它298港币的定位下，将造型可动我感觉都做到了蛮优秀的一个等级了。如果你是能以这个价格拿下的话，绝对是不错。但是现在闲鱼300多的话就没什么必要，有人去倒到300多的话，就不是很有必要去购买这一款产品。目前这样子是这个价格是298，价格是合适。然后我听说是10月份会正式在国内，就是在大陆这边会卖。就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，品牌就叫 Action Toys， 就是 Action 嘛 ，HTLON 的那个 Action Toys， 可能
不关注古早机器人的，可能就不是很了解，就大家可以去淘宝啊，或者说微博什么的多关注一下吧。那今天这一款就测到这里了，后续应该不会有最近这段时间应该不会有什么玩具可以做测评了，那就暂时先缓一缓吧，更新先缓一缓，那就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。